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想为大家连接宇宙的能量，为大家带来3个重要的传讯给当下的你。今天呢，我们会通过一个能量的验证，首先呢，来检测一下当下你的能量状态是如何的。然后呢，我们会具体的通过连接宇宙的能量来看一下宇宙当下有什么样子的3个重要的讯息想要传递给你。究竟有什么样子的讯息宇宙呢希望当下传达，并且让你知道，那么为你的将来，为你当下的一个计划，为你的梦想，为你的心愿我们来助一把力。好，那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是感兴趣的话，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今天的选牌呢和往期一样，我提前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和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神谕牌组里面。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第3组。从左往右，第1组、第2组、第3组。第1组牌的朋友，这边呢，我为你们今天选择的一个占卜的连接能量小物是你面前的这个橄榄绿数字2。无论是颜色还是数字本身，都有它本身的一个频率，以及呢，在它的能量当中、磁场当中当下所散发的一种能量请大家去连接和感应。数字2，橄榄绿和当下你想去接收到宇宙想传递给你的3个重要讯息，是否是有感应、有连接的呢？第2组牌的朋友，这边呢，我为你们选择的数字小物是你面前的紫色数字1。请你感应一下这个数字1，然后呢是这个紫色的，跟你当下想去连接到来自宇宙想要给你的这3个重要讯息，是否是有对应、有连接的呢？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为你们准备的一个能量小物是你面前的这个橙色的数字6，请大家去感应一下，无论是从颜色橙色还是数字6，跟当下你想去接收到的这3个重要讯息对应在你当下情况，是否是有对应、有连接的呢？好。那接下来为了方便呢，你可以跟每一副牌组的能量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能量的连接，我还是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当下你有哪3个重要的传讯想给当下的我呢？我当下的能量状态是如何的？有什么样子3个重要的讯息，我当前就需要明白或知晓？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神谕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究竟哪一副牌组，哪一个数字小物在能量上和自己是有对应或者有连结的呢？那
那么由于我们这边呢也是一个大众的占卜啊，所以说很多朋友的能量都汇集于此。如果说你在选择牌组的时候啊，对于这个牌组的选择不是特别的确定的话，那么请大家放轻松，先通过自己的直觉来选出你觉得有感应的一副或者是2组。然后呢，我们在具体的牌组的能量解析过程的开始会为大家连接这个能量，从而呢为大家做出一个验证，来看究竟这一副牌组的能量是否能够对应在当前的你的状况。好，那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的话，我们就来听听看宇宙当下有哪3个重要的讯息要给你呢？那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1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橄榄绿数字2。好，我们把这个能量先放在一边，我们等一会儿一边来看牌，一边抽牌，一边来连接它。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今天的这个神谕卡由我提前帮大家抽好的一部分我们来一个一个的打开。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能量第一个能量呢是我为大家所抽到的来自当下你的能量宇宙有怎样的讯息，有怎样的提点。那么我们这边呢抽到的是 memory 记忆。那么接下来呢，我会为大家来抽取今天的塔罗牌，我们来结合塔罗牌的具体能量来看一下当下宇宙给的这个指引和你当下的这个状态究竟是在说什么。好，宇宙请你告诉我选择第1组这个能量出得很快好，我们第1张牌呢是圣杯十。第1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当下呢，在这个能量的牵引之下，我看到和听见的内容是在说，很多朋友非常留念过去，不是说留念过去的痛苦，而是在留念过去的快乐。可能有一些朋友曾经在这个生活当中经历过非常幸福的一些时刻，比方讲人生的高光时刻你是不是拿了什么奖项你是不是在这个感情生活当中非常的幸福跟某人的连接属于那种高潮期。又或者是说曾经你在生活的某一个章节你过得非常的快乐。那么我看到很多朋友当下在这个记忆的能量牵引当中，其实你们非常希望的是那个高光的时刻可以持续，可以停下来我们这边看到是圣杯十。所以很多朋友呢，我觉得你们在就是有点像是怀念着过去，怀念过去跟某人之间的连接，怀念过去跟某人之间的情谊。当然这个情谊既有可能是浪漫感情，也有可能是跟某人的真挚友情，对吧？或者是非常真诚的那种师生关系。Ten of Cups。好，我们继续来抽第2张牌呢是 Temperance。但是呢，问题是什么？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这个 Temperance 逆位里面，我看到有些朋友可能看到就是你跟某人的关系曾经很好，但是发展到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们2个人渐渐开始产生了分歧。这个分歧是怎么产生的？这个分歧是因为在你跟他的相处的时间里面，你们2个人成长的速度不一样。有一个人成长的非常的快，有一个人呢，可能一直在原地踏步，或者是成长的比较的慢。在你们相处的这样子的一段，我觉得是时间有一点长。我们的2号讲的是 duality， 是2个能量在一起非常强烈的碰撞以及产生的火花。你们2个人曾经关系很好很好，但是呢，在一段时间相处里面，可能曾经那个非常厉害的人呢，给我们所谓的另外一个人很多的指引，是很多的 guidance。可是呢，那个曾经可能看起来有一点落魄的，或者是没有那么厉害的人呢，在这个牵引跟指引之下，快速成长，快速觉醒。为了这个人，也为了自己我觉得是让自己提升的非常的多。甚至有人甚至是超越了曾经的那个导师，超越了曾经的那个，无论是精神情感还是在甚至是物质方面就是比自己还要强的那个人。那么在这样子能量层级当中，我看到了能量的一种偏差 Temperance 的逆位。
可能那个比较好的人，或者是曾经走在前面的那个人啊，觉得自己一直是有一定优越感的，没想到 OK 你或者是对方就是走得很快，跑得很快，那么你们的关系在慢慢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能量层级和频率的变换当中啊，就产生了一个差值，或者是开始出现了不是完全的共频了，而是有变化了。OK Temperance 的逆位啊，来我们再来看第3张牌。好，第3张牌我们这边抽到是 The Hanged Man， 这张牌是说什么呢？那么这段关系啊，我觉得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们这里是数字2，我看到是你跟这个人的关系，你非常的珍惜，非常的珍惜，非常珍惜跟这个人的相处，非常珍惜跟这个人曾经的记忆当中的那些美好，那些深刻，那些感悟啊，那种相知相惜的感觉。但是你们 Temperance 的逆位啊，在相处过程当中确实产生了一些摩擦，产生了一些让你们两个人没有办法再去读懂对方，或者是觉得好像两个人怎么就越走越远了，不是曾经在一起的连接很紧密吗？那么当下的能量呢，我觉得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们也许还没有跟这个人真正的分开，或者是说形式上呢有一定的所谓的分手断联，但是在感情当中其实没有任何人逃离得了这个漩涡。The Hangman 倒吊人啊，你们有一点像是在自己的一个所谓的 shadow 里面啊，这个影子里面啊，去重新体会过去的甜蜜，尽管这个甜蜜当下没有，但是过去有，所以就会在你们的脑海当中不断的去重放，让你们不断的去重温这个快乐，从而呢去疗愈自己，或者是有一点像是慰藉自己的伤口啊。The Hangman。第二个呢，有些朋友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的停滞期里面，吊人牌时间的停滞期里面，你们可能也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停滞期时间，去让自己重新的整理和这个人的过往，整理和这个人的相处，整理出究竟是哪个地方我们所谓的出现了这个能量的差值，让你们两个人越走越远了。是那个误会吗？是那个小事吗？是那个两个人曾经的那一件事情把你们两个人就是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分歧吗？还是说这是一个一点一滴的小事，一点一点积攒，从而积攒出一个巨大的爆发，一个能量的爆炸？所以你们两个人当下可能没有办法去所谓的认错，因为没有人是错的，都没有错，只是发生了变化，只是不再一样，只是不再相同，想法不再一样，决定不再一样，未来的计划不再相同。所以现在两个人我觉得有一点像是走成这个你看我们这个吊人可能曾经你们两个人就往中间走嘛都往这个中间走，但是越往前走，有一个人开始往前走，另外一个人还是这个方向，所以这个时候你们两个人的距离开始变大，开始变远了。但是谁也不愿意离开这个能量磁场，谁也不愿意离开跟这个人的能量上的一种牵绊这个牵绊是很美好的。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你们当下的能量状态当中，其实你们是有一点活在过去的没有办法放手，没有办法放下，没有办法轻易的说离开。这个人给了你很美好的一些东西，圣杯十非常的美好，可能他在你遇难的时候，或者是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给过你非常好的支持帮助，情感上的慰藉。但是呢，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们两个人开始产生了一些意见上的不同或者是两个人对于很多事情发现其实想法终究还是不一样的，还是很大差异性的。所以呢，在两个人具体的我们所谓关系的一种相处里面可能有一点很难的去找到这个 common ground， 找不到这个所谓的怎么样才能跟这个人我们所谓的有爱，怎么样才能跟这个人在现实的相处当中能够顺利的和谐的在一起呢？很多朋友在这个吊人这个地方苦思不得其解，但是又不愿意放手不能放手，或者是不舍得放手。所以你看 memory 用过去的快乐去弥补或者是填补当下内心当中看到的相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分歧、争执。
OK， 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呢宇宙说要给你的3个重要传讯嘛。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传讯，我们这边看到的能量牌卡是51号牌 Moonlight 月光。月光之下，月光之下这个能量讲的是什么？其实它就是说，在月光之下呢，可能我们心中会产生一种恐惧，这个恐惧呢是相对比于白天和太阳能量来做出的一个能量解释，就是说在白天的时候，我们有太阳出现，我们非常清楚眼前的这个方向，我们很清楚前方的道路啊，左边还是右边，有谁在我们的生活里，有什么样子的警戒，有什么样子的，比方说十字路口的那个牌匾啊，在我们的眼前，所以我们做方向的判别是非常明了的。可是呢，在夜晚啊，那么月光出现以后呢，我们就明显知道这是一个晚上的时间到来了。那么在晚上呢，我们看不清楚前方的路。如果没有路灯的话尽管有路灯，有的时候可能也看不了那么的远。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 vision， 我们的眼光的这个视线啊，是受到一定的阻塞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看得不是很清楚，看得不够远，所以呢，我们的心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所谓的恐惧。这个恐惧呢，是来自于未知。那么当下呢，宇宙给出的51号牌啊，在这个月光之下，它其实是想强调，其实在夜晚当中，它所谓的这种恐惧和未知，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假想。因为大家去想象一下，如果你站在同样的地点，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其实固定的一些东西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它还是在那里。尽管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看得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它一切还是如从前。所以呢，在月光之下，宇宙的这个能量是在告诉你有几个点啊。第一个点呢是说，其实在夜晚当中我们不要去怕，也就是在说第一组牌的朋友，在你们当下的情绪之中，也许你们面对的就是这个暗夜，就是这个夜晚的能量。你们觉得跟这个人的关系看不清楚未来，你们觉得跟这个人的比方说连接看不清楚未来究竟会往什么样子的方向去发展，究竟自己会往哪个方向去走，你们很不清楚这个未来，所以你们心中对这个未知产生了非常巨大的恐惧。可是宇宙呢，在给出的这个能量当中是月光，就在讲月光之下其实是一个我们所谓的灵性直觉会被激发出来的一个时间段。白天我们用眼睛去看，晚上用我们的直觉去感应，去感应这个能量，去感应你当下内心告诉你的这个答案。所以呢，恰恰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们的内心的智慧之光反而会更盛。意思就是在讲啊，当我们外界的这个光亮降落以后，那么这个光亮就会聚集在我们的内部，我们的灵魂之光就会闪闪发光，为你去导航，或者是为你去指引这个方向。所以这张牌出现的第一个能量，我看到宇宙想要告诉你啊，不要怕啊，第一副牌的朋友不要怕，未来的一切其实我们所谓的有一定的安排，也有一定的所谓的命中注定啊。那么有一些能量呢，我看到当下在这个等待期里，宇宙希望你能够耐心的等待。我们看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清楚嘛，这里有一个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沙漏嘛，它就是在讲这个倒计时。如果有一些朋友啊，你们一直在这个迷茫的期间待得很久，就是说你不会跟这个人分开，你也不想跟他分开，但是呢，当下的关系确实不是你想看到的样子啊。然后呢，你又非常期待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的等待，能够等到一个好的结果，能够等来一个好的改变。那么宇宙在说，这个时间正在为你去工作。你的念头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内心的渴望和需要是什么？当下呢，你可以去按照你的心愿啊，去给宇宙下一个订单，并且在这个沉浸期 The Hanged Man， 这是一个沉浸期，也许你们两个人当下的相处的机会或者是沟通的频率没有以前那么的多，没有以前那么的顺利，但是呢，你们却可以在自己的能量磁场当中啊，去等待，去创造，去疗愈自己，从而去调整自己的频率，让你们的关系可以在这样子的一段等待期里面啊，得到你们需要的疗愈以及你们需要的领悟。那么当时间，我们所谓的当时间到来的时候，当正确的时间来临的时候，答案自会揭晓。那么这边呢，我们就会看到第二个信息，就是说这个夜晚的时间啊，它其实是会怎么讲呢？就是说它会过去的。所以呢，当我们处在这个夜晚的时间的时候，我们不要去
想着它的不好，而是我们要去庆祝它。我们怎么去庆祝啊？大家想一想，在晚上的时候，其实有很美妙的一些时光，比方说夜晚的篝火晚会，对不对？篝火晚会啊，就是在晚上最浪漫，最能够勾起我们对于，比方说内心的一些白天可能没有办法勾起的一些火焰，对不对？篝火晚会是一个例子。然后夜晚还有什么呢？夜晚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很安静，我们能够在月光之下泡一壶茶，我们能够在月光之下可能伴着一个台灯阅读。这个时候我们的直觉、我们的感应、我们的感知，无论是和指导灵、守护天使、高我、宇宙，这个连接是非常巨大的，从而我们就能够获得从另外一个空间得到的一个我们所谓的高频的智慧，来让我们更加清楚看到当前眼前的一个状态，以及这个事实和真相，从而我们就不用不断的让过去的能量去影响当前的自己，因为我们所谓的过去的东西它是过去的，你跟它之间过去的美好不好不够好，一切都是在过去。其实这个能量不要让他们去影响当下的你们。如果关系当中你们两个人现在产生了分歧，或者是感觉到有一些事情可能不再想法一致了，那你们就要去寻找下一个共同点，对吧？既然你们两个人可以从两边汇聚到中间，这一次你们走远了，可是你们能再相会，再找到那个共同点，如果这是你们心中之所愿的话。所以宇宙在说一切都是有转机的，尽管在这个夜晚当中，宇宙希望你能够看清楚一切都是有转机的，而你就是那个转机的路口，你就是转机的门户。从你开始，首先来问自己，你想怎么转？不要把过去的东西直接投射在当下，而是真正的活在当下，感应当下的那个能量，感受当下的自己对于你跟他的关系，你想你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你想这段关系接下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塔罗牌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做一个补充嘛。我们来看一下。好，这边呢，其实我感应到的能量比较多的是这个正位的宝剑十Ten of Swords 有些东西可能需要去结束了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结束的能量，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在讲过去有些东西要结束掉。如果你跟他之间当下有一些比方说你觉得这个人跟你在相处当中遇到的一些你很难接受的，包括这个人的表达方式包括这个人对你的态度，包括这个人比方说对于未来的计划，如果真的跟你完全不一致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过于的去强求和勉强这张牌呢就是在讲，有的时候我们越挣扎，可能会让自己陷得越深，会让自己越来越痛苦。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的是放弃挣扎，而是认清楚这个现实和事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这个缘分的时候也是特别的奇妙。有的时候呢，一段缘它可能会在某一个时期显化的非常的棒，非常的好。但是呢，不是每一段缘跟我们都是一生一世的缘。有的缘分呢是陪我们走一段路，有的缘分呢是给我们一段很美好的这个经验，对吧？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有的缘呢可能会让我们痛苦，非常的痛苦。我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其实这个人呢，他应该给你的是美好的记忆我这边听到的其实是美好的记忆，他给了你很美好的记忆，他给了你那种回家的感觉。正是因为他给过你这种特别的记忆和特别的感觉，所以你没有办法在当下，尽管看到这样子的相处当中的一些现实当中里的残酷以及你们两个人可能对于很多事情的想法不一致，没有办法找到这个共同点，以及你们对未来的计划可能也很不同，可是你仍旧不愿意放开这个人的手。在眼前也许这个你跟这个人的状态可能是有一点就是我们所谓的不是那么的好的，但是呢你还是不愿意放弃他，你还是抓着这段缘，抓着你们的这个关系，不愿意去离开这个我听到特别多的这个能量信息。那么宇宙在这里告诉你这段关系当前是一个停滞的状态 The Hangman。 这段关系呢有一些东西确实是需要你们放手了，也许有些事情已经变了，有些东西已经改了那你们就要学会放手了。
好，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样子的能量啊。OK， 第二张牌是金币七，你们努力了。这张牌是说你们努力了啊，你们非常的努力。但是呢，我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这个金币七的逆位就是在讲，有的时候，拔苗助长啊，可能不行。就是说一味的去控制它，或者是一味的给它加营养，一味的去给它，你看这个火焰就给它加温嘛。有的时候未必是最好的良药啊，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能够用这种方式啊，去发生一个你们要的结果。而相对应的宇宙当下呢，我觉得更多的能量是放手，因为是宝剑十嘛。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放手，就像一个花啊，我们想一想一个植物啊，不是每一个植物都是可以一直生长的，每一个植物它就是草本和木本啊，有些植物它可能是1年生，就是它经过一个四季以后，它就会枯萎，它就必须得明年再那个种那个种子，然后再长啊，然后就再开花。但是有一些植物或者是花朵，它们是多年生，你只要是种一次这个种子，这个花每年都会为你开放，或者是这个果实每年都会结。那么当下呢，这个金币七的逆位还有这个宝剑十啊，它比较多的能量是在指可能这段关系它已经经历了它的这种繁盛期圣杯十，而当下呢，它可能正在进入到一个衰退期。在衰退期里面呢，你们可能不愿意离开，不愿意放手，就像你们看到那个曾经你最美的那个花，是你亲手耕种的，你亲手栽种的，开得很艳，开得很美。但是这个花呢，到了冬季它就会枯萎，它就会凋零。而这个时候呢，可能你会哭泣，你会觉得惋惜，你会不舍得它。但是呢，我们所谓的这个事实摆在眼前啊，我们需要去接受它，不是说去用我们的能量不断的去控制它，给它加营养，给它加能量，而是说我们要去接受这个现实，接受这个事实。因为只有接受，我们才能够再一次的去酝酿。我们可以明年再种一颗种子，对吧？到春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再种一颗种子，我们再去丰收，在秋季的时候它美丽的状态或者是景象。所以当前啊，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来自宇宙给你的第一个信息，当下呢，你们就是在这个冬季，你们在疗愈着，你们在可能回顾着曾经的美好，回顾着曾经的美丽。但是同样的，宇宙希望你能够明白，就像这个四季的轮回一样，有些东西它需要经历这个冬季，冬季已经到来，你需要去学会放手，要去休养生息，要为接下来做一个准备啊。好，我们来看第二个信息了。第二个信息这边我也有给大家抽一个这个神谕卡啊，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5号牌和41号牌，这两个能量都是数字5的能量啊。数字5呢，非常明显，它是一个有变化、带着变动的能量。那么5号牌的元素啊，我们看这边是 clarity、circle of internal joy。OK， 第一张牌是 clarity， 这个是阴之女祭司。这张牌呢，宇宙就是在讲啊，我们刚才已经连接到第一个能量，宇宙就是说，你需要去接受这个所谓的疗愈期，你需要去接受每一个能量啊，它都有它的循环，对吧？它有它的循环，有高潮就会有低点。那么第一张牌呢，5号牌就是在讲，也许有些朋友当下正在经历的是低点，你们已经经历了这个高潮，你们还想经历高潮，你们还想再次的去我们所谓的连接这个高潮的能量。那么宇宙在说，当下不是在这个已经过去的能量当中去抓着不放，而是要去我们所谓的种一个种子啊，去计划新的未来。所以你看5号牌 clarity planning releasing illusion， 它说的是计划以及释放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你就是在说啊，我觉得这里啊，第一组牌的朋友，就是你要去看了，你究竟这个所谓的自己在生活当中你要怎样的快乐？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快乐嘛，就是说你要怎样的快乐？快乐这个能量啊，它不一定针对一个人，快乐就是快乐，幸福就是幸福。所以呢，有些朋友在这边，我觉得宇宙想要告诉你啊，如果说这个人他已经走了啊，如果说啊这个人已经走了，无论这个人跟你之间是朋友关系，是恋人关系，是师生关系啊，
他已经走了。甚至有些朋友，如果是你的这个孩子啊，他现在要去出国，他现在要去OK 去走自己的人生旅途啊，他可能想出去冒险，那这个时候你也要学会放手。因为有的时候其实这个爱的能量啊，它有很多形式，占有绝对不是爱的表现，爱有的时候是有放手能量在里面的，所以成就他人啊。所以我们看这个 clarity， 宇宙希望你能够学会放下过去，不再抓着，不再控制，而是为自己未来美好的幸福种下这一颗幸福的种子，去计划接下来你想怎么样。如果当下这个人是你的这个感情观中的一个对象啊，我觉得这里其实宇宙希望你能够放下这个人。如果这个人已经走了以后呢，宇宙希望你开始好好的把能量收回来给自己，去计划接下来你希望迎接，你希望去遇见如何的情感关系。可能是跟这人类似，可能是跟这个人大不相同，无论是什么样子，宇宙希望你能够做好计划。这个计划既是你思想当中的计划，我们这个是老鹰嘛，对吧？老鹰是管我们的这个大脑的，它是在这个天上飞的。老鹰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我们所谓的捕捉这个猎物的一个猎手啊。你要去找到你的目标，你新的目标在哪里？所以有些朋友啊，我看到宇宙就是在告诉你啊，你要去制定新的目标，制定新的计划，去开始新的一段OK 人生的旅程，对不对？去计划，去释放掉不切实际的幻想。也许对于过去的这个人，对于过去的这段情分，对于过去的这段友谊当下你想再抓住，也许它就是有一点不切实际了。因为也许有一些我们这边看到因为是记忆嘛，也许有一个人真的走了，对方已经真的离开了，那么我们就需要去放下他，我们要在精神上、情感上放下他，真的放下，真的不再去想，既不去爱也不去恨，而是承认它发生过，你感动过，你恨过，或者是你痛过，你流过泪，但是你也快乐过，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那是一段你宝贵的人生经验，仅此而已，就停在过去，就停在那一刻那一秒。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酝酿是看向未来，在当下做计划，看看自己怎么样看看自己最近状态好不好，看看自己最近吃的好不好，睡得好不好这个念头好不好，一直在念头过去吗？这个念头是指向过去吗？还是这个念头当下是给现在的自己，并且去酝酿未来的可能性。我们的第二张牌是这个 Circle of Internal Joy， 这张牌很有意思这张牌其实我看到对于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快乐时光离你们很近。我们看向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圆圈，这里是一个门户。我们看到这个女祭司她是快乐的女祭司，她代表的是快乐的能量，也就是快乐的能量即将被你揭晓。那么这个女祭司的头上有一个这个鹰，这个鹰呢比较是像在这个中间地带，那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中间有一个鹰，它在迎接这个女祭司进入到这个快乐的门户里去。所以呢，我看到这个第二个信息对于第一组牌的人来讲就是宇宙在邀请你进入到快乐的领域。当下你快乐吗？当下你是在我们所谓的用过去的能量去找这个快乐吗？那这个快乐也许就是在过去，这个快乐并不是当下，这个快乐就是一个幻觉。所以说宇宙希望你能够真的快乐第二个信息，宇宙希望你能够真的快乐，宇宙在邀请你不要再看向这个过去了，勇敢的转身离开，勇敢的去迎接这个新的领域，去走向这个快乐的源泉，快乐的源头。那么这边有一个 timelessness， 你看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时间，我们现在也有时间，然后是 dance of life， 生命之舞。什么是生命之舞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我们的这个 life？ 生命是什么样子的？生命就是我们所谓的川流不息，生命就是我们所谓的有高潮有低点，生命就是我们像跳舞一样，跳舞大家有没有试着跳过特别是双人舞一个人进一步，另外一个人就退一步，然后呢这个舞步当中就是有进有退，这样才是舞步，它是一个画圈圈的感觉尤其是这个交际舞里面的一些什么对Tango这些对
对，就是舞步啊，大家要去想这个舞啊，并不是一个人在跳舞，然后它是有一个这种舞步的，它是有步伐的，它是有规律的，有进就会有退，进3步就会退2步，或者是进1步又退3步，或者是进3步退1步，各种各样的舞步，各种各样的步伐。那么当下呢，生命之舞就是在说，你跟这个人曾经可能有过进，但是当下你们可能有过退，而现在呢又是一个进，对吧？现在是进的时候，所以宇宙希望你能够往前进 ，moving forward， 往前走。前面又有一个人在等你，前面又有一段缘分在等你。也许这是一个新的朋友，也许这是一段新的我们所谓情缘，也许这是一个新的师生的关系，新的一些东西，新的一些能量在未来等你。所以宇宙希望你不要回头，勇敢向前。好，我们来看一看补充的塔罗能量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呢？好，我们这边2张牌，我们来看一下金币5的逆位，对然后是这个 Knight of Swords 我知道了，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先来讲这个宝剑骑士的逆位，这张牌是在讲有些朋友呢在等这个人给你一个交代你在等这个人给你一个交代，你可能还希望跟这个人就是再有一次对话，你希望能够跟这个人再有一次沟通。有一部分的朋友呢，也许这个人的离开比较的，就是说比较的狠是那种没有说清楚，没有给你足够的时间，没有给你就是所谓的能够说服你的理由但是他已经走了，就是他已经说走就走，对吧？他不跟你商量，他自己就是那个决定。你心里恨他的，或者是你心里怪他的，应该是说为什么你一个人就做了这个决定？这个决定不应该是2个人一起下吗？很多朋友可能非常生气这个点，但是呢，宇宙当下给的是宝剑骑士的逆位。宇宙在说你的能量当中其实当下有非常强烈的运动的能量，你需要动起来，你需要去让自己好起来。这个好起来不是说让过去的人给你一个说法，让过去的人给你一个交代，我们所谓的这个 closure。 我看到宇宙告诉你其实最好的这个对过去能量的关闭就是去迎接新的可能，而新的可能离你很近。宇宙希望你当下收回你的重心，你的 focus 不要再是过去了，你的 focus 要是当下和未来。你看这个女孩子，你看这个女祭司大家看这个女祭司，她的眼睛多么的有力量，包括这个鹰就一眼看上未来像那个 laser， 像那个激光一样就是看向那个未来。而当下你看这个黄色金色的光芒，它代表着你现在的大脑非常的灵动，非常的清醒。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大脑或者是你的灵性，你的直觉已经清楚的告诉了你，前方才是你幸福的出路，对吧？前方才是你幸福的出路，不要回头了，直接往前走就对了。前面就是正确的人，前面就有你要的快乐，你要的未来，而没有必要去我们所谓的这个宝剑骑士非要跟这个人有一个说法。也许这个人他可能做了拉黑你或者是说 block 掉你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然后你找不到他，对吧？你没有办法跟他联系，所以你非常的生气，你没有办法去释怀掉这个所谓的心理的不满但是呢，宇宙说不要再去找这个人了，不要再去非要他给你个说法，不要再去主动联系他了。这张牌各种意思都是跟交流有关的，而且跟主动有关，不要再去主动的去接近他，他已经走了，他已经离开了。至少在当下你们不是去我们所谓的这个友谊，有的时候包括这个情人关系不是当下是一个说再见，有的时候一段感情可能在当下的能量非常的能量非常的爆就是那种他没有办法原谅你，你也没有办法原谅他，两个人是完全气炸的状态，所以现在没有办法去和平的，无论是分手也好，还是和平的说再见也好。而这个和平的能量也许是需要一段时间，等你在当下计划好未来，当你在未来迎接到自己快乐的时候，而这个人也许通过一段时间他疗愈好了以后，在时间的我们所谓的带动之下，也许你们在未来很长时间的未来以后会有这个机会去真正的说再见，去我们所谓的放下彼此。
原谅彼此。但是当下啊，我觉得这个能量啊，可能不是说原谅他，或者是他原谅你，更多的宇宙希望你往前走，看向自己的所谓的自己的这个花园，自己的这个梦想，自己的这个幸福是什么样子，编织自己的快乐就好了。用这种方式去疗愈自己，用这种方式走出这个阴影，走出这段记忆。Knight of Swords。好，第二张牌是金币五的逆位。其实金币五啊，这张牌一直都有那种非常孤单非常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苦闷，或者是说觉得自己非常的可怜这种感觉。这个呢，不一定是跟钱有关，不一定是跟物质有关，这个很多时候是我们的一种心态。当下呢，金币五是一个逆位宇宙就是在告诉你，我们要打破这种心态。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在这个关系里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宝剑骑士也许你想这个人跟你说清楚，不要是这种拉黑的方式，不要是这种说走就走的方式，要给个理由，要给个说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许你心里很多委屈，第一副牌的朋友有很多的不满意，有很多的所谓的憋着，好难受这种感觉。而且呢，这个憋着的感觉还不能跟别人诉说，没人能够听你说，别人理解不了。那么宇宙在这里告诉你你看金币五逆位，逆位的金币五比正位的金币五要好一些它就是在告诉你，我们要能够勇敢的自己走出来，帮助幸福和快乐只隔一道墙只隔一道墙。我们看到这个地方里面非常的温暖，这个是教堂的能量。宇宙说，勇敢的找到自己的 sanctuary找到自己的避难所，回到那个你知道的避难的地方，让自己重新去得到别人给你的爱，也许是别人的温暖，也许是一个朋友，也许是家人，也许是你的宠物，也许是你的房子，也许是另外一座城市Five of Coins 逆位的宇宙说要能够走出这个能量，我们不要让自己陷在这个泥潭里面我们要能够用我们的定力，用我们的这个内在的力量让自己走出来，不去想，不再想，让自己把能量全部集中在当下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离开过去，朝向快乐。那么这样子，第一组牌的朋友，宇宙在说他的预言宇宙的预言就是说，当你把能量集中的看向自己，集中的看向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宇宙将与你同在去赚出这个快乐。你看 Circle of Internal Joy， 快乐是无穷无尽的，美好的能量是无穷无尽的，但是需要你勇敢的去迈向它走向它，或者是朝向它。宇宙说就在你的眼前，勇敢的去改变它，勇敢的去忘记它。好，来第三个能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self care， 我们来看看宇宙怎么说。好，宇宙请你给第一副牌的朋友一个能量的指引。这张牌是14号牌而且呢，这张牌又是一个5号元素5号，宇宙说与你的祖先连接，这个就是去找到我们的根，找到我们的归属，找到我们的根基找到我们的归属。这个能量是这样子的，首先第一个宇宙给你的建议，也是我们这边的第3个讯息。宇宙在讲你的根基在哪里？我们看这个金币五它是有这种教堂能量嘛，那么教堂它也带有一点点宗教的这个味道那么除了宗教以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灵魂的，或者是我们情感精神的慰藉究竟是什么？无论你是信宗教还是不信宗教，这个没有关系，只是去看你的内心当中什么才是你灵魂或者是你精神的避难所之所在。5号牌其实5号牌呢，它代表的能量很多。第一个很重要的能量就是在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要能够连接这个精神的领域，我们不要只是或者是仅仅活在我们的凡
繁俗的世界当中。如果我们仅仅只是活在繁琐的世界当中，我们可能面对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没有办法让自己抽离出来。5号元素啊，这张牌呢也是在鼓励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去看向你的高我，去连接你的高我。我们要能够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向当前的自己。当下呢，我们这里的能量是2号啊，2号呢是在讲你跟某人，你跟某个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紧密的连接 duality。 而这张牌呢也是在讲，就是这个数字2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世间有阴有阳，一切都是两极能量，一切就有 opposites， 就是这个反向反转啊，一切呢又有它的和谐。那宇宙在说，也许你当下遇到的是数字2，而你要迈进的是数字5。我们在现实的世界当中跟某一个人连接，跟某一个人有交情，跟某一个人有相处，这个相处里面有好有坏，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只是一个样子。我们要能够通过5号元素去连接这个精神的领域。一切我们眼睛看到的两极并非是真正的两极，我们要懂得如何去超越，我们要懂得如何让自己的灵性啊有所成长。我们来到这个地球啊，不是说仅仅跟某一个人连接，或者是遇见某一个人，无论是还这个情，还是说别人来还我们情，我们得到人家的情，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到这个地球，是实现我们自己的成长。这个成长并不是我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知识越来越多，或者是说学到的内容越来越多，很多时候是我们灵魂的一种领悟。我们的意识层级在哪个层级，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一生这一世让自己有所崛起，有所提升，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宇宙在这里讲啊 ，connect with your ancestors。有些朋友呢，当前可能这个精神的领域啊，有一点太过于沉浸在我们的3D 世界里面，或者是说在我们的3D 世界跟某一个人的连接，让你心里受了伤，让你心里很孤寂。宇宙说你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哪怕有些朋友当前可能就是一个人，你觉得有一点冷漠，或者是你觉得你的世界有一点冰冷，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听到你的声音。宇宙在说你不是一个人，你的祖先和你连接在一起。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祖先之灵呢和你非常的亲密，他们希望你能够懂得啊，他们跟你同在。这些祖先呢有可能是曾经跟你一样经历过我们的这个地球的这个人生啊，或者是这些祖先他曾经也跟你有过同样的体会，或者是他们有过跟你类似的经历，他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感情经历，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连接，因为这里是2号牌，一定是跟某人的连接。他知道这个连接其实就是会让你产生这样子情绪，他理解你。所以当下有些朋友，如果你真的觉得一个人非常孤单的话，那我想告诉你，你的祖先他们的灵力啊跟你在一起，他们是懂你的，他们就在你左右，所以你不是孤单的一个人。而这个时候呢，你的祖先也在告诉你啊，怎么样照顾好自己呢？就是让自己接地，也就是深深的沉在你的能量之中，也就是在讲活在当下。如果你的能量一直在跟过去连接的话，你根本就不接地，你根本就不扎根。如果你的能量一直想着未来，那么这个能量也不够扎根。如果讲扎根，就一定是扎根在当下的这一分这一秒。我们去看一下当下的这一分这一秒，我们的感觉是如何的从每一个细胞，或者是你可以做一个能量的扫描，从你的头顶到你的脚趾间，你去扫描，你看看你自己的能量是如何的，你去感应一下究竟这一分这一秒你的心情是怎样的，你去感受到这一分这一秒你心中的恐惧是什么，你在当下的这一分这一秒去感受一下你当前内心的希望之光指向哪里。这样子你就能够真正的活在当下，去感受一下你现在的这一分这一秒应该为自己做如何的努力，或者是尝试，或者是改变。通过你自己一点一点的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状态。宇宙说请你勇敢的去追逐你的快乐。这个快乐跟幸福，宇宙当前的预言就是在你的一念之间，就在这个不远的将来跟以后，你现在只需要为了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做准备，做计划，行动起来。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当下的这个能量呢，你跟这个人的记忆
你跟这个人的连接啊，其实当下应该是走在了一个比较尾端的状态。你们当下只是不舍得，当前可能是留念。宇宙说要勇敢一点啊，要勇敢一点。如果当前你真的觉得有一点一个人，有点孤单，有一点冰冷的话，宇宙说你不孤单啊，你一点都不孤单。其实呢，未来有很多很多新的朋友、新的缘分在等着你，生命之舞在等着你。你要跟别人一起去跳，自己不要一个人跳啊，要去跟别人一起跳。这个人他离开你，你现在一个人，那你就没有办法跳这个舞。所以宇宙说要能够离开当下的状态，去迈向新的可能啊。有一个人在那里等你，有一个懂你的人在未来啊，想去和你连接。所以呢，这里啊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今天呢为大家连接到这3个重要的传讯啊，要给当下的你。希望第一副牌的朋友勇敢一点啊，不要回头，勇敢向前。所以呢，在这里祝所有的朋友未来都取得成功。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2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紫色的数字1，好，放这里。我们今天来看的是当下宇宙要给你重要的3个传讯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连接一下第2副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能量啊，我们来解读一下。那我们这边的第1张牌呢是 Freedom 19号牌啊，这个呢也是一个10号。那我们这边呢是数字1，自由啊，自由。这张牌其实很有意思，它讲就是说，我们其实啊不一定非要停留在我们原先的地方，如果我们愿意，如果我们想去，我们可以展翅高飞，飞向一个更高的更好的明天和未来。这个就是 freedom 的意思啊。好，那我们现在呢来抽牌，我们来具体连接一下啊。第2组牌的朋友，来自你们当下的能量，作为我们今天的验证。好，宇宙告诉我，哇，我们这里的第1张牌啊，我抽到的是 Tower， 这张牌我觉得第2组牌的朋友啊，你们的状态来讲的话，你们仿佛最近遇见事了啊，你们最近遇见事了，或者是过去你们遇见事了，这个事情呢，让你们的世界啊发生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改变。让你们意识到原来的那个自己没有办法再去我们所谓的serve your purpose， 或者是说原来的自己没有办法再让你很舒服，原来的习惯没有办法让你成功，原来的比方讲人际关系没有办法让你取得成绩，或者是说你原来的一个作息时间，你原来的一个方式方法没有办法带给你需要的自由，你需要的快乐。那么外界我们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有点像是通过外在的环境的改变，外在能量的改变来震荡你的世界。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原本停留的地方让你们觉得很舒服，有你们舒服的人有你们熟悉的地点有你们比方讲关系很好的朋友甚至每天都见面非常的熟，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安稳。但是呢，我看到这样子的一种安稳，可能没有办法当前让你就是说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因为 Tower 来临就预示着一些事情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这个 Tower 的正位我们看就是感觉到有一个能量会把你给带出你舒服的这个地点带出你舒服的地点。我们看那个塔牌就是在讲那个传统塔罗牌，就有人从那个塔上不是被震出来了吗？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宇宙在讲你是自由嘛，所以宇宙在说你有就是说可以飞起来的本领。OK， 有些朋友其实你们不必停留在当下，如果当前外在的环境导致你们的生活发生巨变，然后你们又觉得这个巨变不舒服，这个巨变让你们觉得很难受，那么你们还不如出来。什么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委屈自己我们所谓的委曲求全
明明这个发生了变化，明明这个环境没有以前好了，但是我们还是不愿意走，不愿意离开，我们委曲求全。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其实 OK 已经就是满足不了我们其实这个心愿了啊，但是我们还是说算了，干脆就停在这里，或者是说算了，不去计较，或者是算了啊，不要去纠结，有就行了。虽然不是我理想的，但是有嘛，对不对？可是宇宙在说 freedom， 你是自由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飞出来，主动的寻求改变，主动的让自己逃离这个灾难的现场，或者是主动的让自己离开这个让你当下没有办法真正心想事成的一个环境的话，宇宙说你是自由，你是可以的。好，我们来看第二张牌。第二张牌我们这边抽到的是一个宝剑骑士的一个逆位。这张牌呢在告诉我有些朋友苦不堪言，或者是说有苦说不出有苦说不出。这个 Knight of Swords 我看到你们曾经非常忠诚的也许是你们觉得可能会一辈子待的地方，可能是你们觉得一辈子都会在一起的一个伴侣，也许是你们觉得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环境，永远都不会变化的工作，永远都不会让自己离开的一个圈子我看到宇宙突然呢给你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有一个人可能彻底的离开了你，或者是说你的环境彻底的就是不再能够容纳你。这个不能容纳不是说它不容纳你，也许这个环境不复存在。比方说一个公司它解体了，那么你原本的那个岗位就不复存在，不是说你表现不好公司不要你，而是说这个公司本身都没有了。所以有些朋友你看宝剑骑士，你们以为你们可能会一生一世或者是永远都待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们当前的忠诚的对象没有了，你们当前执着的对象不复存在了，被宇宙带走了。OK， 所以你们现在呢有一点迷茫，第二组牌的朋友有一点小迷茫，有一点不知所措，有一点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何去何从。继续待在这个地方有些朋友可能是没有办法继续停在这里，没有办法不做改变，所以非常的难受但是你知道这个地方绝对不再安稳了，绝对不可能再让你继续舒服的待在这里长期停留，你必须得在现在的一个过渡期和转折期里找到下一个栖息之地 freedom。 你需要运用你的翅膀，你需要运用你的眼界，你需要运用你的技能 OK， 你的直觉指引等等，让自己再次的起航。好，第三张牌我们来看当下能量的一个验证，宇宙怎么说呢？ The Chariot 战车牌。这张牌我感觉到是一种释放这张牌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朋友当下在给自己打气，有周围的朋友在为你打气，希望你能够起飞，希望你能够振作起来，希望你不要被这个外界的环境所压垮，希望你能够相信我们所谓的心中有爱的人，或者是心中有方向的人，或者是不放弃的人一定能够拥有幸福和快乐，一定值得拥有这个成功还有喜悦。所以呢我看到这个战车牌，其实我看到更多的是你周围的环境对你的一种鼓励和鼓舞。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你是幸运的，这个幸运在于什么呢？这个 Tower 它出现呢，其实它代表了另外一层意思，它是在讲你原先栖息的地方那个稳定舒服的环境，包括人包括事，它看起来稳定，但它却未必稳定。而且呢稳定的这个能量它有期限，我们有些稳定可能是一生一世，但是有些稳定它没有办法一生一世，它只是一段时间对吧？有些稳定它是有些陪伴，对吧？它是有期限的。OK，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个 Tower 给我的感受其实是在讲时间已经到了，时期已经到了。我觉得很多第二副牌的朋友，宇宙看到了你如果再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你可能没有办法成长，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我们所谓的真正的完成你来到这个人世间你的人生的使命。你的上一堂课已经走完了，你也领取了所有的好运，你也已经很舒服的待了很久，你也栖息了，你也养生了，你也疗愈了。当下是时候该启程了，当下是时候去寻找自己新的目标了。宇宙在这个地方给了你自由，
给了你选择。所以你看我们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所选的数字能量是数字1，数字1呢代表着全新的开始以及无限的可能。你们现在是所谓的真正的在为这个1做准备吗？还是说当下的你们有一点不愿意去开启这个新的旅程呢？OK， 我们这边啊，第二个能量，我刚才说大家很幸运啊，就是这个战车啊，我感觉到很多朋友，其实你们的内心啊有一股咆哮的力量，或者是说你们的内心、你们的灵魂在召唤着你们，你们心里很清楚，其实你们想走，你们心里很清楚，其实你们知道你们需要去寻找下一个栖息的地方，或者是寻找下一个稳定。同时呢，我看到很多朋友啊，第二组的，我觉得你周围是有很多鼓励你的人、支持你的人，而且他们呢希望你成功，他们希望你快乐，他们希望你幸福。所以呢，无论你觉得你周围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啊，我都能感受到在你的能量的周围，有人是为你的，有人是对你好的，有人是寄希望于你的。OK， 所以这里啊是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今天呢就是做的一个 general 能量的连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当下宇宙有哪3个重要的传信想要给你啊，有哪3个重要的讯息想要给你，来帮助你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能量，我们这边提前抽的一个牌卡啊，我们这边有这边还有一张牌，等会儿来讲。好，第一个是21号牌，这个是 Field of Dreams， 这个是满园的梦啊，满园的梦，或者是梦境的花园啊。这张牌呢，其实它在讲的是一种成长啊，它在讲的是一种成长。在这个牌卡之前还有一个2号牌啊，那个是刚刚这个蛋啊，刚刚就是破开壳，那个精灵还很小的样子。那么这边精灵已经长大了啊，也就是在说，其实当下是一个做梦的时间，当下是一个去拥抱梦想的时间，当下是一个用具体的实际行动去完成梦想的时间。那么我们这边是21号嘛，它是一个更高阶的开始啊，所以我觉得第2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在前一段的生活目标里，或者是在前一段生活的期间里面，你们已经开始去酝酿啊、尝试啊，或者是已经找到了一个你们的一个小方向。那么我看到宇宙在告诉你，当下你心中想去创造这个美好，这个更大的、更美的、更壮阔的一个未来啊，值得你去坚信。而如果你已经在做这个梦的话，宇宙说你正在正确的轨道之中。所以有一些朋友啊，我们这边时间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小小不同啊，因为我们这边大众占卜，有些朋友呢，我觉得你们已经启程，就已经开始去做梦，已经在梦想和理想的这个道路当中去让自己去尝试啊，让自己去努力呀，让自己学习呀，可能已经开启了。那么宇宙在说这个道路是对的，请你们坚持走下去。无论是学的课程啊，是学的项目啊，是经营的什么样子的一种生意呀，对吧？或者是什么感情关系啊，继续向前。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现在完全没有开始还是在一个我们所谓的脱离这个 tower， 还在去有一点像是这个 tower 把你丢下来，你还没反应过来，你还在想，究竟最近怎么了？为什么就变了呢？怎么原来的朋友走了？怎么原来的同事走了？或者是这个关系怎么现在就是成这个样子？就我一个人了呢？也许有些朋友还在不知所措当中。那么如果是这样子情况的话，我想告诉你的是，宇宙希望你去来到梦想的天堂啊，让自己重新去做梦。原来的梦想已经我们所谓的实现了，或者是已经展开了，已经结束了。当下宇宙在召唤你去做一个新的梦。如果说这些曾经跟你很亲近的人或者是你很熟悉的事，你很熟悉的环境，当下已经发生了巨变，宇宙希望你适应当前的环境，在当前的这个环境当中去重新打造一个全新的自己。这个就是 Field of Dreams Field of Dreams。 那么当下问题就来了，第2组牌的朋友，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梦想是什么？你想一想，你其实最希望看到的是如何的自己？你想一想，其实你最想做的是什么？你想一想，你最想去试的，但是过去又没有试过的，又是什么呢？我们来补充一下这个能量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里的讯息。这个 Field of Dreams 来自宇宙给你的第一个重要传讯。天哪，我们又抽到了 Tower 好，我们这里看一下这张牌。对，拥抱梦想
实际行动起来。我们这边 Tower 啊，又出现了塔牌，所以说第二组牌的朋友啊，这个环境真的已经变了，大环境变了，这个原本的安稳、原本的舒适、原本的熟悉，已经不能够再持续下去了。有些朋友这边可能是工作环境啊，你的工作环境已经跟以前大不如从前了，或者是大不一样了，你需要去改变了。有些朋友可能是这个人际关系里的啊，也许你的朋友走了，他们去追求他们新的梦了，他们开启自己新的旅途了。那么你呢？你还要停留在原来的地方吗？还是说你也要去追逐你的梦想呢？我们的第二张牌是权杖骑士的正位。这张牌是在说什么？这张牌呢，宇宙在告诉你啊，当你如果找到了这个梦，也就是说你的理想、你的梦想，其实你很清楚啊。如果你知道这个梦想是什么，或者是你想去探寻这个理想，探寻这个新的世界，探寻这个无限的可能的话，宇宙说，请你行动起来，带着这一股热情，带着这一股激情，带着这个对未来的我们所谓的冒险、对未知的探寻欲啊，还有这个未知的求知欲啊，让自己冲向前方啊！我们看这个 Knight of Wands， 它的速度非常的快，速度快到这个女孩子都站了起来，对不对？我们看这个女孩子啊，因为她的热情非常的饱满，所以呢，她的热情啊，甚至让这个女孩子长出了火焰般的翅膀啊，可以让这个女孩子飞起来。所以这张牌呢，我看到啊，第一个有2个信息，我听到有一些朋友啊，就是你们的热情能够把你们带到正确的方向。所以当下不是去看所谓的稳定，也不是去看当下所谓的别人希望你成为什么样子的人。第2副牌的朋友啊，你们要去问一下自己的内心，是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子的事能够激起你们内心的火焰。比方说什么样子的人能让你感觉到非常感兴趣，你觉得很想去了解。什么样子的事情是你一直想去了解的，是你一直想去探寻的，但是因为可能过去的时间问题，对吧？时间有限，因为过去的这个朋友给你的一些或者是家人给你的一些要求，你没有办法在那条道路当中去真正的试一下。可能他们会说不要去啊，危险啊，或者他们会说不值得啊，等等。就是无论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让你曾经没有去开始的东西啊，当下宇宙说你可以去尝试了。现在是时间去重新打造一个新的属于你的将来啊！我这边看到有些朋友啊，做饭啊，这个是饭勺啊。有些朋友是不是在这个身体方面啊，如果说最近出现问题啊，那么宇宙呢当下其实是在告诉你，那么也许这个警示它不是一个完全坏的事情啊，它是在告诉你，也许过去呢你生活不规律，也许过去呢你生活总是在外面吃饭，外面的油啊，外面的盐啊，外面的食材啊，可能不是那么的健康，你身体当前出现的警示，比方说哪里疼啊，哪里不舒服呀，它只是为了让你知道啊，你需要为自己的健康啊做你的努力，你需要自己去做饭，自己去学习营养。有些朋友可能会对这个营养师啊，或者是这个厨艺呀或者是你曾经其实挺喜欢做饭的，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你非常的忙碌，你没有办法就是说让自己所谓的去尝试这个食材方面的、做饭方面的、烹饪呐，还有这个烘焙呀，对吧？这些方面你的技能你可能很喜欢，但你从未尝试过。我们看这边有很多的鸡蛋，这边又有一个勺子这个有点像是那个做那个甜点的一个那个勺子，是不是有些朋友最近想去尝试一下，让自己动手去做出这个最好的美味，不仅仅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得到一种营养，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变得更加健康，去疗愈身体当中发出的这个红色预警，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亲手烹饪亲手的这个做饭，去给自己的家人、给自己的爱人、给自己的朋友做一个分享，甚至呢，在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以及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跟别人做一个分享，让自己呢能够进入到一个新的朋友圈，让自己呢去打开一个新的世界。所以无论是什么，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梦想的花园这个 Field of Dreams， 它在召唤你去给它营养，去给它你的精力，去给它你的时间，让你的梦想和你一起去找到这个可以成长的基础，去和你一起创造还有显化。好，讲到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第2张牌来自宇宙给你的第2个讯息和指引是什么呢？我们这里是23号牌，
Shamanic Journey 啊，这个是巫师之旅。讲到这个旅程呢，你看我们这里的1号牌，这张牌呢是巫师之旅啊，这张牌是在邀请第2副牌的朋友啊，希望你们去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希望你们当前通过自己以及你们的环境做一个调试，去看到自己的 vision， 也就是你们的远见当中，你们的心里啊，对于未来的自己这个样子究竟是什么，做一个计划，做一个安排，让自己勇敢的向前。当前呢，我们这边出现了 Tower 啊，我们看到这个女祭司，她的后方是一轮满月，它预示着有些事情当下已经有结论了。在能量爆发的这个满月期，有些事情你们心里非常的清楚，心知肚明啊，很多事情很明了，很多事情呢都是在一个能量的爆发的状态，而当下的你们呢，需要去利用这个能量，让自己快速的去前往一个未来。我们看到这匹马啊，它的这个身姿给我们的感觉，它飞得很快，所以这个马呢，它其实是风之马。什么叫风之马？就是跑得特别快，像风一样，可以像风一样的把你带到你想去到的地方。所以当下呢，我觉得第2组牌的朋友啊，只要你们愿意，这是一个快速的成长期。宇宙当下想要给你的这个重要传讯啊，其实当下不是去所谓的看向这个已经失去的，或者是看向当下这个变化你不想去接受的。宇宙当下希望你能够更多的去看向的是，在这个快速的变化，在这个快速的节奏当中，你想去向哪里？你当前的显化能力很强，你当前显化的效率很高，宇宙希望你能够去抓住这个能量，抓住这个机遇，让自己快速的转型，让自己转型成功。如果曾经啊，第2组牌的朋友因为一些现实的原因，让你们停在了一个也许你们觉得可以停下来，但却不是你最理想的地点，对吧？让你停下来，也许是一个工作环境，也许是一个工作岗位，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具体的环境啊。也许这个环境你觉得可以，但是呢，也不是自己的理想。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景象，并不是我们所谓的生活里最完满的样子。宇宙希望你不要去委屈自己，不要去委曲求全。如果当下你经历了这个 Tower， 你就知道，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一味的去求低、求次，有的时候我们要理想更加大一点，理想更加远一点，我们要能够更加勇敢的去追寻我们心中最理想的存在，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存在。因为只有去追求我们真正满意的东西，我们最后的心里才会觉得满意。如果我们只追求我们所谓的次一点的、差一点的，我们心里就永远不可能得到这个满意的这个结果啊。所以说第2组牌的朋友，当前呢是一个自由的机会，当前的这个改变就是希望能够让你去往前，让你去一个更高的地方，去追寻你心中真正觉得让你满意的那个完美的东西。虽然没有所谓的完美，但至少是在我们心里当下最想看到、最想创造的一个样子。那么第2个能量啊，我们在这个女祭司当中可以看到她的这个头啊，有很多的这种像羽毛一样的触角啊。这个呢就是在讲，其实当前啊，第2组牌的朋友，你的直觉非常非常的高，你跟你的高我，你跟指导灵，你跟宇宙，包括这个鹿角啊，它都是在讲我们跟这个高频的能量连接是很深的，我们是可以通过和宇宙一起啊，创造一个新的未来的。在这个满圆的梦想当中，我们不仅仅是创造我们的梦，我们其实是宇宙的孩子，我们是宇宙能量的载体，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神性，我们要去和这个神，我们要去和这个宇宙一起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更加美好的一个未来。所以这张牌呢也是在讲，有些朋友啊，如果你想去投身一些比较有公益性的、比较有这种大爱的，比方说保护宇宙、保护地球、保护小动物啊，无论是什么样子的事情啊，这条道路都有可能去成就你，这条道路都有可能不仅仅成就你自己，还会使你啊，我们所谓真正的完成你的人生使命，去成就你的人生的意义。有的时候啊，做一件事情不仅仅只是为了生存，不仅仅只是为了活下去，有的时候我们去努力，我们去做事，其实也是为了我们心中的这个梦想，对吧？那么我们看这个鹿角啊，它讲的是这个鹿啊，它有的时候这个角长很大，它也是需要去做一个所谓的蜕变的，也就是说它的有些地方可能会退掉，然后呢长出新的角。那么这个能量是在告诉我们啊，宇宙说你需要去让自己除旧迎新了。
当前我们遇见了 Tower， 过去的东西肯定没有办法再继续的服务你，过去可能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继续为你的未来去做一个铺路。那么当前呢，你需要去长出新的自己，我们需要去迎接这个新的自己，在当前的这个运动、变化、巨变这个过程当中，去不断的改变自己，从内到外。可能是开始健身，可能是开始去注重营养，可能是开始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可能是开始寻找新的爱情，或者是说让我们的生活有新的圈子，有新的朋友，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变得更加的宽，更加的阔，让我们的眼界可以更加高的地方，往这些地方去前进。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来自宇宙的补充信息关于第二个这个传讯。这个巫师之旅也就是说宇宙在告诉你的第二个讯息是说，你的新的旅途马上就要开始了，请你们好好的做一个改变。然后我们这边抽到的第一张塔罗是吊人的正位，第二张牌呢抽到的是大皇帝真的是这样这两张牌呢是这个意思。首先呢，第一个能量，宇宙在告诉你在你进入到新的旅程，或者是说开始去往新的方向迈进的时候吊人牌，不要忘记了自己，不要忘记了自己的休息，不要忘记了自己的一个反思。我们在行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反思，我们要去领悟。很多事情不能够只是做，只是去一味的去尝试，我们要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去回应，去回想，去问自己，做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够让我们更加快乐呢？做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够让我们觉得满足呢？做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在身心灵3个方面都得到一种疗愈、慰藉，以及感受到这个世间的美好，去感恩呢？比方说有些朋友你去做一件事情，你去开展新的工作，你去寻找新的机会，你就要去问一下自己，当你接到这个 offer 的时候，你去想象你在这个新的工作岗位去工作，这件事情你觉得做了有没有意义？你觉得这个事情做了能不能使自己成长？你觉得做了这个事情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这个地球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益处？那么这些都是在吊人这里通过自己的一种想象，通过自己的一种沉思去领悟的东西。所以宇宙在这个地方非常鼓励第二组牌的朋友去尝新，去开始新的，把旧的东西放下。与此同时呢，在新的机会这边很多朋友接下来会遇见很多新的机会。我刚才呢只是在工作方面给大家一个例子，就是在你接下来新的机会的这个遇见的过程当中，就是去问自己，这个机会对于你而言它意味着什么？在你遇见未来种种机会的时候不要让别人去为你做决定，不要让别人的思想干扰了你。吊人牌是说你要让自己我们所谓的自己做一个决定，自己去想象，自己去创造，自己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我们所谓的世间有因果，我们如果当前的这个事情是我们自己真心喜欢，真心想要去得到，或者是真心希望的这个愿景，我们只要是确定了这是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么我们就会在接下来的行为，接下来的计划当中负全责。如果说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去看向别人，或者是听从别人给我们的意见，那么如果当未来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可能第一个想法就是去怪罪别人，就是去埋怨别人，而不是把责任从自己身上做一个调整，而不是自己去接受这个责任。所以吊人牌出现在这里呢，我觉得宇宙很有深意。这个深意呢，就是在告诉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要能够自己做决定，我们要能够自己去想清楚，究竟选什么，究竟不选什么，一切由心，一切由我，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后悔，这样子我们就能够降落在一个新的、更加自由、更加壮阔的彼岸，迎来一个全新的自己。那么我们讲到全新自己呢，我们就看到这个 Emperor 了。Emperor 是说建立起新的规则，建立起新的稳定，成就自己的权威性。这张牌出来以后呢，其实我会觉得如果说当下的这个巨变呢是落在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工作、事业、生意、生活这些方面的话，那么我看到来自宇宙给你的重要信息，接下来你会成就自己的专业。什么叫成就自己的专业也许这一次的改变就是为了让你未来能够更加成功，能够让你真正的走到属于自己的平台，
在一个真正需要你的环境当中去我们所谓的展示自己，或者是把自己的才能，把自己的这个声音分享出去，去影响别人，去带领别人你看你所建立的这个新的秩序，无论是工作当中的还是生活里面的我看到很多人呢都会遵循你，都会尊重你，都会敬佩你。所以呢，第二组牌的朋友，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去认识自己究竟我们适合做一个 follower， 意思就是跟从别人的人，还是我们适合做一个 leader。 当大皇帝出现以后呢，又包括这个 tower， 我觉得很多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要去想一想了。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蓄积能量之前，可能是跟从别人，也就是学习别人听别人的呀，对吧？采取别人的意见。但是呢，当你的能力达到一定程度，当你的学习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要去想一想，也许你已经准备好了，也许这一次的巨变是在鼓励你去做自己，是在鼓励你去当领导人当领导人。我这张牌 Emperor 看到是你不能再去跟从别人，不要再去听从别人，不要再去所谓的任人摆布，或者是说不要再去一味的只是去配合别人。我觉得宇宙在这个地方呢是在告诉你也许你的时间已经到了，你的契机已经到了，有很多人都很支持你，有很多人都很鼓励你，有很多人他们可能希望你能带他们，你能够去比方说引导他们。那么当下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时机，可能有些朋友当下的这个冥想，当下的这个沉思，就是去想自己的未来，就是去想自己接下来要成为谁。你们的这个专业已经到达了一定的程度，或者是接下来你们将更上一层楼，而当你们到达那个高度之后，也许你们的身份会有所改变，你们的工作性质会有所改变，或者是你们在生活当中的那个地位会有所变化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们即将去感受的，都即将去行动的，都即将去建立的这个新的秩序，新的自己，新的圈子这个是 Emperor。好，我们来看最后一张牌，宇宙给你的第三个重要的传讯，给当下的你。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哦。看一下第二副牌的朋友第三个重要的传讯是什么呢？第一张牌是 Look to the stars， 看向星空看向星空。这张牌呢，其实我看到有些朋友这个星空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都有一个天象和我们紧紧的连接在一起。当下呢，可能有些朋友会说这是星盘，对吧？那么星盘又是什么？星盘呢，其实它是一种你去解读它，但是呢，我们在出生的那一分那一秒它所指的是一个命运，它所指的是一个 destiny 你的命中注定，你的 destiny。 那么当下 look to the stars， 我觉得宇宙在告诉你这个第三个重要的传讯就是你的天命，你的天命，你的天赋，你这一生这一世要去走的路，你的命中注定即将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即将去迎接它。那么有些朋友呢，这边最多的我觉得是成就你的一番事业，成就你的一番理想，成就你今生今世，你来到人世间真正意义的所在，你的天命职责，你要去走这条路，你要去开启这条路，你要在这条道路当中我们所谓的获得真正的成功，你将成为这条道路的北极星，永远都闪闪发光，永远都站在那里，而且还要为别人指明方向。所以这张牌预示着很多朋友你们将进入到一个新的稳定，31号牌，新的稳定，更高的稳定，成就自己。 OK， 你即将遇见你的天命你的天命。所以这张牌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即将去迎来自己真正这一生这一世你们要去做的，或者是你们即将去领取这个天命Look to the stars， 宇宙会揭晓你的天命。第二个能量呢，这个 Look to the stars， 有些朋友如果是在感情当中去寻找你的命中注定的话，这张牌预示着它即将出现
啊，它即将出现，这个命中注定的缘分即将来了。31号牌。第二张牌呢，我们这里啊是一个9号牌 ，Clean your space， 清洗你当下的一个空间。这张牌呢有关于能量清理啊，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整理房间呐，或者是大扫除啊，都可以的啊。但是呢，这张牌更多的是能量清理。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啊，在这个 Tower 的改变里面，你的心里可能有一些负面的情绪，你可能会很怪，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这样对我？你也可能会说为什么要变呢？我不想变啊，我这样很好啊。甚至有一些朋友啊，如果当下有一些人如果离开你，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想法呀，或者是离开，对啊，他们想法变了呀，或者是他们不再跟你一起玩呐，那么当下你需要去不要这样想啊，不要这样想，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如果这个人他离开你，而且过一段时间他也不回来，说明你们的缘分已尽。如果这个人当下离开你，过一段时间他又回来，说明你们两个人有缘，说明你们两个人还可以继续。所以不要去心里产生太多不好的情绪，或者是负面的一些想法。宇宙当下告诉你啊 ，clean your space。如果他要走，请你放他走；如果他要留，请你打开心，让他留下来。那么当下 clean your space 更多的是在讲，我们要去随缘，我们要去整理自己，不是去把能量看向外界，外界的能量已经发生了。我们越去看外界，我们也没办法改变这些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外界。我们要能够把能量给自己，去清理自己，去整理自己，让自己重新出发，去迎接这个真正属于我们的未来明天以及成功。这个呢就是第二副牌的朋友啊，我今天帮大家看到的这个来自宇宙的3个重要传讯给当下的你，感觉这个能量非常的重要啊！希望呢所有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都可以领取好运，领取这个属于自己的新的自由。好了，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边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一个橙色的数字6。好，我放这里哦，给你们做参考。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宇宙的能量啊，来看一下第3组牌的朋友啊，当下宇宙有哪3个重要的讯息想要传递给你？那么我们今天呢，首先啊，我们这边第3组牌的朋友，我这边抽的时候，你们的牌比较多啊。那么我们来看第1张牌，这个是我帮你们抽到的一张啊，来自你们的能量啊。这里是42号牌 Routine。这张牌就是日常啊，这个是日常。这一张牌呢，其实是作者啊，在他的这个跟乌鸦的这个习性啊做连接的时候，他所记录的来自于乌鸦的一个日常啊。乌鸦是怎么样子呢？他们其实就是日出的时候 ，OK， 他们就飞出去了，然后日落的时候他们就飞回来了。那么他每天都在记录着这样子的日常。所以这张牌呢，其实它在指向的是第3组牌的朋友，你的日常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日常对你的影响是什么样子的？你有这个日常吗？你有这个习惯吗？你有没有一个生活的一个固定的节奏或者是结构呢？这个是我们的42号牌日常。好，我们现在呢就来抽牌了，我们来具体看一看啊，第3副牌的朋友。来自你们当下的一个能量状态，宇宙给的指引是什么？然后呢，我们这里作为今天我们解读的一个能量的验证。好，宇宙告诉我，第3组牌的朋友来自于你们的能量信息哦。好，我们的第1张牌 Emperor， 这张牌和我们抽到的日常的能量非常的有这个通性啊。他讲的就是说，其实第3组牌的朋友，我听到的是你们是一群非常有控制的人你们非常的有控制，你们喜欢去建造一种结构这个结构有可能是一个作息，有可能是一个习惯，有可能是对于生活你们的把控。你们喜欢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你们相信的是人定胜天，你们相信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是说
凭借一些运气，或者是说一味的追寻好运。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给我的能量非常的踏实，非常的接地啊，属于那种让人觉得很安心的，是一个值得依靠的肩膀啊。无论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当下呢，这个日常啊，它讲的是一种结构嘛，而我们的这个大皇帝啊，他也是在讲的一种结构，他是结构的建立者，同样他也是结构的管理者。所以呢，我觉得当下第三副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能量啊，我觉得生活呢是在你们所希望的方式在进行着，你们在控制着，你们在把握着这个习惯，你们是通过自己的，比方讲过去的一段时间的经验呢，或者是你觉得生活就应该这样。那我们再讲具体一点啊，比方说有些朋友这边，你觉得每天都是6点钟起床，然后每天晚上呢可能是10点半睡觉，你习惯这个作息，你不会因为 OK 一般情况下不会去改变它，或者是说你习惯每天晚上去做瑜伽，你习惯每天晚上要去冥想，你习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要看一下书，这也是你的作息时间，你也不希望改变那么有没有朋友这边，比方讲你会花大把的时间去打游戏，你会不会花大把的时间去追剧，你会不会花大把的时间去比方说 shopping 买东西这也是你的一个习惯，对不对？来，我们来看OK， 第2张牌来自第3副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一个 OK 能量我们来听一下宇宙怎么说。好，这个是Page of Spears 逆位，权杖侍者的逆位。这张牌是什么呢？第3组牌的朋友，当下你的能量太过于固定，所以你不太想去探寻，你不太想去冒险Page of Spears。这个日常很好第3组牌的朋友，觉得这个日常还是不错的，这个日常能够让你非常规律的生活，无论这个规律对于你来讲是什么样子的一种规律，无论这个习惯对于你来讲是什么样子的一种习惯但是呢，来自当下的一个能量是在说你在这样子的结构当中非常的稳定，你当下对于自己的生活会不会有一点丧失了兴趣？因为这个日常太过于稳固了，你在这个日常里面已经经历了或者是待了太长的时间，而当下呢，其实你的身边跟周围有新的能量、新的机遇，可是你当前不想去看，或者是你看不见。Page of Spears 这张牌就像是那个生活在高墙里的一个宝贝生活在高墙里的一个公主那么外面的世界很大，或者我们把它想象成生活在皇城里的皇帝。 OK， 这个无论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就是有高墙围挡着你，你的世界比较的小，你的世界比较的安定，也比较的安全。可是呢，离开了这个皇宫，或者是离开了这个城墙，城墙之外的美好，城墙之外的气息，城墙之外的挑战，当前这个能量是被 block 掉的，就是完全不可能进来。好，第3张牌我们来看一下第3张牌宇宙想告诉我们，来自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当前的一个能量信息是什么呢？哇，宝剑3这张牌是一颗忠诚的心被背叛了一颗忠诚的心，忠诚之心被那个人给背叛了，或者是说一颗曾经非常，我们讲有心，就是说非常有热情非常的这个对生活有激情这样子的一颗心，当前是被3把剑全部插起来的。所以当前呢，感觉到第3组牌的朋友，你的心就是我们用一个形容词来比较一下就是心有点死了心有点死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能觉得找不到每天为之心跳的、为之心动的这个对象，找不到让自己兴奋起来的OK 理由。每天早上起床你为的是什么？你看不见这个所谓的目的性，而是你在这个周期里面，对吧？9点到6点，9点到6点，9点到6点，小和尚撞钟每天撞，你在这样子的日常里面有点这个心，我们所谓的心暗淡无光，或者是心当前是非常僵硬的状态。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能量里我其实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朋友，我觉得
我看到的能量就是你曾经冒险过，你曾经让自己走出过这个高墙，但是呢，你曾经的热情，你曾经的好奇心被一个人、被一件事情无情的背叛了。也就是在讲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曾经尝试过，这个尝试有可能是创业的，有可能是挑战的，有可能是情感的，有可能是友情的，对吧？有可能是这个physical， 就是这个 location 物理距离的。你曾经让自己走出去，离开家乡，但是呢，在外面的环境里，你看到的并不是所谓的满地的好人可能你遇见过坏人，可能你遇见过坏事，可能你还曾经被背叛过。于是呢，你在我们所谓的这个外面墙之外的世界里面，你感受到了这种危机，你感受到了这种不确定性，你感受到了这种未知，你不想再去在这种动荡的环境里面生活。于是乎你回到了这个高墙，也就是回到自己舒服的地方，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我看到宝剑三嘛，但是呢这边宇宙之所以给出这个能量，我感受到当前第三副牌的朋友，关于你的日常有一些地方其实是值得你去关心的，值得你去再一次的 review 审视的，值得你去看一看这个当下的日常是能够为自己打造一个未来成功的基础，还是说当下的这个日常并非你心真正之所欲，并非你的真心想要去我们所谓的得到的，想要去看到的，想要去品尝的。就感觉到有一些朋友在这里有点错过有一点错过。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一个3个重要的传讯给当下的你。我们的第一个传讯宇宙的这个能量是在说什么呢？我们这里1号、2号，然后是14号。这个牌对，当时我抽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楚的记得这个能量是一起出来的。而这些能量呢，它其实是都在说一个事情都在说一个事情。好，首先呢，我们来看第2号牌这号牌呢是说 Gentle Gardener， 这张牌呢是在讲非常温馨的、非常温柔的一个园艺师。这个园艺师是谁呢？这个园艺师就是你自己这个园艺师就是你自己。当前呢，宇宙想给你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去重新看向自己的花园。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是一个花园，在这个花园里面呢，我们可以种很多不同的花，我们可以种就是很多不同的种子。有的种子呢，能够为我们未来打造一个成功的基础；有些种子呢，如果种得不好的话，它可能就是未来的阻碍。我们所谓的花园里面既有美丽的鲜花，可能也会有杂草。那么杂草呢，也许就是我们的恐惧；这个杂草呢，也许就是我们的不安；这个杂草呢，可能是我们的负面情绪那么当前呢，宇宙在告诉你请你重新去看向自己内心的花园，去看看这个内心的花园里面有没有种下足够多的对未来有希望、对未来成功有帮助的种子呢？那么这张牌宇宙在告诉你，其实你的感受、你的思想、你的信仰，或者是你的这个意识，它是你当前所感受到这个真实的一个基础，就像我们所谓的这个元素一样。第3组牌的朋友，当下你的感受是什么？快乐、无聊开心还是焦虑是满足还是觉得遗憾你当前的感受是什么？在你的思想当中，你觉得你的思想是希望的、勇敢的，还是在你的思想当中是这种所谓的害怕的不安的、想控制的？你的信仰是什么？你真正相信的东西是什么？你相信的是我能够拥有最美好的，还是你现在真正相信的是其实你害怕再去尝试，或者是说你已经被上一次的打击打败了，或者是打倒了，不愿意再试了。相信可能你的命运就是如此，相信那个美好的成功是别人的，就是你的这个信心在哪里？你的信仰在哪里？你所坚信的这个东西，这句话究竟是什么？你所相信的这一切我们刚才讲的所思、所感，还有你的信仰，其实就是你当下体会的这个现实。所以我们在讲每一个人的现实，哪怕是在同样的环境当中，其实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世界都是我们内心的写照。那么宇宙当前的2号牌它希望你和宇宙做朋友，
也就是说，请你跟你的高我、跟你的祖先、跟你的指导灵、跟宇宙的这个 source 这个源头啊，这个最高频的能量做朋友。Excuse me。宇宙希望你可以跟他一起创造这个实相。所以第三副牌的朋友，如果当前你有一点放弃，请你不要放弃。我觉得宇宙当前呢，就像是一个非常温柔的老奶奶，她来看向你的花园，她来看向你的梦想，她希望你不要放弃，和她一起重新建造这个梦想的家园啊！这个我看到第二张牌非常的温柔的一个能量啊。那么第二张牌呢是1号牌，这张牌呢是骨头的收集者 Bone Collector。出现这张牌呢，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丢了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啊！你丢了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我听见呢，来自我们这里的能量信息啊，有一部分的朋友丢掉了自己的忠诚之心。这个忠诚不是说你会欺骗别人，不是这个，是你的那种。我们想一想啊，在那个古代的时候，我们想这个骑士精神，对吧？为了别人我要去战斗，为了我的这种热情我要去努力，我要去抗争，就是这种我们所谓的忠诚 loyalty 啊。或者你想象一下狮子，OK， 你想象一下这个狮子，为了保护它的这个动物世界啊，它可以去跟别人厮杀，就是这种忠诚啊。大家想一想，那么你的内心想要保护的是什么？你有没有为自己内心真正喜欢的、真正爱的东西，就是努力呢？这张牌啊，同样在说，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呢，就是说心里有伤，这个伤很重啊，这个伤很重。那么当前呢，这个所谓的收集骨头啊，就是在讲宇宙当前呢，其实在告诉你，你丢的东西有可能是灵魂的碎片，有可能是你的风骨，有可能是你的骨气，有可能是你的梦想，有可能是你曾经的一个心愿啊。你把这个最喜欢的、最想得到的东西弄丢了，你想忘记它，或者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不小心弄丢了。宇宙在这里告诉你，你所丢的东西，它已经为你保存完善。就是你丢的这个东西，它有保存在这里，所以当下呢，你不要担心，只要你愿意，宇宙就会把你弄丢的这个最宝贝的东西还给你。也就是在讲，其实第三组牌的朋友，你可以好起来，你可以痊愈，你可以让自己再次的开始，而且是重新开始。1号牌也在代表着新的开始，对不对？而且我们这里有一个钟表的时间，它也是命运之轮，时间它在不停的转动。那么这个时候宇宙就告诉你啊，你和宇宙一起，你们能够打破这个时间的限制，你和宇宙一起共同的创造，你们能够穿越时空，重新找到自己的那个丢失的碎片，并且让自己我们所谓的你是完整的，你有去创造你想要的世界的所有的全部你需要的一切。1号牌。第3张牌呢是5号牌这张牌是 Ride the Wave。 这张牌呢是一张非常非常好运的能量。这张牌呢，宇宙在告诉你其实当下呢，只要你愿意，宇宙说其实你是在一个高点。当前呢，第3组牌的朋友请你们一定要注意，宇宙在告诉你，在你的周围，第一个有你的助缘，第二个有你的贵人，第三个有你需要的资源。这个资源有可能是信息，这个资源有可能是你的技能，这个资源有可能是你的一个环境，或者是你的一个优势。宇宙在讲时间到了，你过去所积攒的一切，无论是这个好的心愿是你在这个日常当中所积攒的技能还是你在这个日常当中为自己积攒的一些信息等等一切就是当前是一个跳跃的时空。你看这个浪来了，它会把你给拱起来。就你不是说自己跳，你自己跳可能也跳不了那么高嘛，那你跟这个海浪一起，海浪把你推起来，海浪把你推起来还不够我们这里还有2只海豚，它是你的这个坐骑，相当于你有贵人，你有这个助缘它会帮你一起跳，陪你一起跳。第3个呢，我们在这张牌里面看到这个人他也长出了一个这种无形的翅膀宇宙在说，我把你拱起来，或者我把你给就是把你助你
在一个更高的地方，那你还可以飞嘛，对不对？所以这张牌就是说，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资源，所有的人脉都准备好了，当前就是你自己去跳，往上跳，你能跳多高，你就能跳多高，这个就是你自己了。那宇宙在这个地方会最大的程度帮助你去帮助你，那你自己也要使劲。你自己使劲，你就能够运用好当下的这个时机，或者是我们来讲，它就是一个运势点嘛。用这个运势点让自己彻底的疗愈，让自己彻底的开始新的旅程，让自己彻底的抓住这个新的机会。因为我看到当前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 missing opportunities， 机遇在你左右，在你周围，但是你错过了，你没看见，你没抓住。你在固守你的常规，你在固守你的日常，你不想变，你不想改。但是宇宙说，如果过去曾经你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你失败过，或者是你觉得曾经那个事情让你非常的受打击，你原本已经想好了一定会成的事情，结果却事与愿违，让你失败了。那么宇宙说，当下这个是重新创造的时机已到。有些朋友呢，可能曾经在一段感情里受了很重的伤，觉得自己呢把这个心错付给了一个人，但是这并不代表你不能够拥有爱情，这并不代表你不能够拥有美好的感情生活。当下这个运势当中它所给你创造的就是机遇，一个能够遇见好的缘分，一个能够遇见更多好的朋友，这样子的机缘，只要你愿意相信，只要你愿意改变。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如果再讲那个一点，如果在过去的生活当中，你的一个不良的习惯为你造成了一些困扰，比方说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是不是在人际关系方面被别人背叛等等一些事情，宇宙在讲当下呢，其实是一个尝新和探寻的时机。不要因为过去的不好，不要因为过去的伤痛，不要因为过去的失败而阻碍了当前你去创造新的实相，你去创造新的美好，这样子的一些机遇这个呢就是我们这里看到的这个神谕牌卡。我们现在呢来补充一下，来自第3组牌的朋友，宇宙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补充给你？来自我们这边的第一个重要的传讯看一下。看看宇宙有什么补充讯息给你。我们这里有2张牌第一张牌呢是 Temperance， 第2张牌呢是世界，2张牌都是逆位的。这个 Temperance 这张牌呢，其实我听到讯息就有些朋友，如果说你觉得当下你想改变，那么请不要忘记了学习的力量。不要忘记学习的这个力量。这个学习呢，既有可能是书本，也有可能是跟一个助缘。因为我看到你的周围有助缘有能帮你的人，有你的导师，或者是你能够有机会遇见一个新的导师。在这个人的面前你可以去学习和探寻新的可能性，挖掘自己的潜能。所以当下宇宙在告诉你，如果你准备好了，去打破这个常规，去打破这个原本你给自己的想法当中的一个界限的话，那么当前请你准备好遇见新的朋友，遇见新的课本，遇见新的知识，让自己能够通过学习的方式来提升自己。所以一切的资源真的是已经为你准备就绪了。第2个能量呢是世界，宇宙在说你的世界不该仅仅限于如此。也就是在讲，有些朋友可能会当前有一点就是消极和颓废，觉得你的世界就是这样，你想固定的去守住这个小世界，可你不知道的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守在这个小的世界里面，可能它在不断的缩小。比方讲，你的圈子在不断的变小。比方说，我们当今的这个通货膨胀，对吧？你的金钱虽然你守得很死，但是呢，它的价值却在降低。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的是不要放弃，我们需要的是继续探寻。只有在探寻的过程当中，去不断的成长，才能够真正的拥有这个世界。那么世界牌出来以后呢，我觉得有些朋友这个成功离你很近，而当前呢，你需要去开启这个成功的路。如果当前你在现有的世界、现有的环境当中就是居于此的话，那么我看到第3组牌的朋友，你的内心会有很多的遗憾，而且呢，你会看到的是我看到宇宙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想告诉你，这不是你的世界，这至少不是你的全世界。第3组牌的朋友，我感觉到宇宙希望你能够振奋起来，
你可能觉得你就是这样子的，你就是这样子一个普通的人，或者是你觉得我自己反正就是我在自己的这个岗位里，我在自己的这个环境里做一个很普通的人，做一个很保守的人，做一个就是让大家不讨厌的人就行了。但是呢，宇宙希望你去品尝我们人间的美好，宇宙希望你去品尝跟别人一样成功的滋味，宇宙希望能够给你像别人一样浪漫的爱情，宇宙希望你开心，宇宙希望你能够满足，宇宙希望你能够真正的快乐。所以啊，第三组牌的朋友，不要拘于此啊，不要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不要觉得自己好像什么地方是不是错了，就再也不能重新再来了。答案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答案是说，宇宙在告诉你，你曾丢失的那个东西，它一直在为你保存着。只要你现在重新回到自己的这个花园，我们所谓的梦想的花园，自己幸福和快乐的花园，重新再去给它营养，重新再去把它找回来，并且采取一定的行动。宇宙说，它会和你一起创造这个最美好的将来。所以改变是第三副牌的朋友当下的一个关键词，勇敢的做一些调整，勇敢的做一些改变。当然了，在改变之前，我们也需要去重新的审视，对吧？不是随便的改，而是去看向什么地方需要我们改，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让这个能量多一点，扩充一点，而不是仅仅停留于此。让我们自己的心更加快乐，让我们的心更加的自由，而不是被三把剑插在这个地方非常的僵硬，对不对？让我们的内心的世界从冬天迎来我们早就该有的春季。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个重要的讯息啊。这边呢是我抽的一个连号牌，17号牌和18号牌。17号牌呢是说 Sacred Action， 这个是伟大的行动力。18号牌呢是 Bright Heart Light， 这个是闪亮的心的光啊，从这个内心当中散发出来的光芒。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来看第一张牌，17号牌。这张牌呢，宇宙在这个地方号召你啊。我们这里是一个猎豹，猎豹呢，它是一个猫科动物，然后它跑得非常非常的快。那么当前呢，宇宙就是在讲啊，其实现在是一个需要你去快速采取行动的一个时机啊。我们的第二个讯息，当前第三组牌的朋友啊，去快速的采取行动。这个行动呢，它要是有效率的话，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想法要非常的明确，你需要做出一个决定。也就是说，你当前的这个日常，你觉得哪个地方需要改，你觉得什么地方需要变，你需要非常清楚的、清晰的抓住这个命脉，抓住当前的一个重点跟核心，然后一旦下定决心，一旦你看准了以后，就要快速的采取行动。比方说，有些朋友啊，你总是睡觉很晚啊，然后呢，早上起来呢，你都很疲累，那么当前就是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让自己早一点睡，让自己第二天早晨起来可以不用那么的疲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说，长时间以来都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就是躺平啊，就是看剧啊，打游戏，就是比较的颓废一点啦。那宇宙就是在告诉你，你看到自己的这个问题就要改呀。从现在开始就要限制自己看，比方说打游戏的时间，就限制自己追剧的时间，让自己更多的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通过读书，通过学习网络课程，还是遇见这个新的一个指导怎么讲 mentor 老师吧，或者是导师，让自己重新学习起来，让自己重新的去在这个梦想里面就是努力起来，行动起来，然后把自己的生活调整一下。比方说见新朋友，比方说去遇见新的人，因为这个 ride wave 有些朋友这边是遇见很多新的人啊。你看 Page of Spears Missing Opportunities， 如果你在家里待很长时间，你还想遇见你的正缘的话，那这个肯定不可能。你要走出去，你要去做有意义的事情，你要去寻找所谓的心中喜欢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么你就能够遇见这些在这个过程当中遇见喜欢自己的人，应该这样讲，对吧？比方说你喜欢画画，你每天有画吗？比方说你喜欢唱歌，你每天有唱吗？你喜欢比方说这个家里很干净很整齐，你每天有在为自己的这个美丽的家做努力吗？ OK， 你喜欢精神上的灵性上的成长，你有没有多去听一些精神成长灵性成长相关的一些大师啊，他们的概念他们的理念，有没有自己去冥想去开悟啊？有些朋友你们的比方说你们是有理想有梦想的人，或者是你们
其实特别喜欢自己创业，那你们有没有为自己的这个创业的路线啊去想这个方向啊？有没有去遇见新的合作伙伴呢？有没有去收集当前这个现代世界当中最一手的资源呢、资讯呢？有没有去做这个行动？那么宇宙在这个地方给你的第2个信息就是要去行动起来，不要再去浪费时间了，不要再颓废了。OK， 你的世界啊，其实不是这么小，你的世界不仅仅只停限于此，只要你愿意，你就能够改变它。而那个更大世界的守护者，或者是更大世界的创造者，才是真正的你，这才是你心中真正的样子。第3组牌的朋友啊，好，这张牌18号牌，这张牌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星之光女祭司啊。星之光女祭司这张牌是什么？我知道这个能量啊。这个女祭司呢，她是这样子的，她之前呢是在这个绿意葱葱的森林里面啊，她是在这个森林里面，她的能量就是通过她的这个灵魂的频率，也就是所谓这个内心呐，她的这个光亮，她灵魂的频率去射，你看这有很多的光线啊，去射出这个心之爱。那么当前呢，这个女祭司从森林里走出来，显化在你的面前。第3副牌的朋友，也就是在讲希望你能够去打开你的连接，和这个女祭司连接，去感受到这个最高频率，那个当内心闪闪发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如果你的内心有伤 ，OK， 你看我们这里宝剑3逆位，你的内心有伤，你的内心有恨，你的内心呢一直在这个痛苦当中走不出来，你的内心有一点僵硬。那么当前这个我们所谓光之爱或者是心之爱女祭司出来以后，她要给你她的能量去疗愈你的心。宇宙在这里告诉你希望你能够去建立新的连接 ，open connections。有人想跟你连接，有人想去了解你，那么在这个打开心、打开连接的过程里面，你就能够得到别人给你的疗愈，你也能够通过这样子的连接来疗愈自己。所以当前呢是这样子的，如果有些朋友在过去的这个商业里面，或者是工作事业里面你遇见过这个小人，或者是你遭遇过背叛，宇宙希望你能够去遇见新的合作伙伴，找到新的属于你的灵魂伴侣。如果有些朋友呢，在过去的是感情里的，可能是这个情感让你伤得很深，你有很重的情伤。宇宙说，请你打开自己的心，去连接新的爱你的人，去连接新的让你能够心动的人，去连接好的缘分。当前的能量 ride the wave 有贵人，有助缘，有灵魂伴侣，有很多好的能量机遇在你身边跟左右。宇宙不希望你错过，宇宙希望这样子的一个传讯机会告诉你，你的机会已经来了，你的机会已经到了。这个女神呢，她在这个地方用她的心的能量去疗愈你的心，而你呢，要做的很简单，就是打开你的心，去接受别人对你的好，接受别人给你的爱。当你的心疗愈好以后，你就能够有足够的光和亮，就像这个光之女祭司一样，去把你的那个好的能量散发出去，去保护别人，去影响别人，去爱别人，就像当下别人来疗愈你一样，以后你去疗愈别人。我们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接受爱、给予爱、传递爱，这样子的一个源源不断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宇宙说你是宇宙的一体嘛，你是宇宙的一体，你也是宇宙的显化。所以呢，第3副牌的朋友，这样子的一个能量信息我就觉得第3副牌的朋友，你的运气和你当前的运势是非常好的。勇敢一点勇敢一点的接受，当你好了以后，你就能帮别人了。好，我们的这个最后的一个能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疗愈自己。看一下第3组牌的朋友，宇宙有第3个信息给你这第3个信息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第3张牌是 deep breathing，deep breathing， 深呼吸。深呼吸呢，这张牌就是在讲疗愈就是在疗愈然后呢，深呼吸这张牌呢，还有一个能量就是去感受生命的力量我们所谓的这个讲一个能量生跟死生跟死的区别在哪里？生就要呼吸，
呼气吸气吐气，这个就是生。死了以后呢，就不需要吸气吐气了。我们在吸气吐气的过程当中，真正做的是什么呀？就是能量的交换。我们去吸收，就是去接受；我们吐气，就是去释放，就是去给予。因为我们所呼出来的气呢，对于植物或者是一些动物来讲，是它们需要的能量。而每一个生命在这个我们所谓大的循环里面，都是一节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当前呢，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宇宙想告诉你，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重要性，你是整个有机体的一环，你是重要的。无论过去别人如何评价你，你要对自己的价值有一定的认知，你要了解自己，你要认得自己，你要知道自己。别人可以否定你，但是你不能够否定你自己。你至少要对自己有一定的认知。如果你觉得自己真的不行，那至少你也可以通过学习以及当下你可能会遇到的导师、新的机遇来提升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宇宙说你是这其中重要的一环。第二个呢，我们刚才回到最开始我们讲的这个疗愈deep breathing。我觉得有些朋友你在这个日常当中，他的这个日常本身就是一种节奏，就是一种呼吸那么我们又出现了一个呼吸，这张牌是深呼吸。宇宙呢，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再一次的去强调有些东西呢，可能它可以更深一点，有些东西呢，它可以更有意义一点，有些东西呢，它可以更加的有价值一些。就像你的生命。你每天的日常创造的是什么？是一个很平凡的，是一个很就是基本的，还是说你每一天的日常为你自己创造的是未来的无限可能？还是说为你创造的是一个为我们地球、为我们的世界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可以让自己想得更大一点，让自己想得更远一点，让自己活得更加有价值一些。当你这样子去想，当你这样子去发展，当你这样子去行动了以后，你会对自己我们所谓的爱自己。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选择的是爱自己，所以你未来以后你会越来越爱自己。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日常当中做到了我们日常给自己的要求，或者是日常当中我们所改变的加进来的这一环，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很优秀，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很棒，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约束力的人。而在这个约束力当中，很多朋友你们就是在每一天的积累最后就能够显化一个奇迹。而宇宙当前呢，就是希望你能够去改变它，让自己的日常里面多一些营养，多一些养料，在你理想的花园里面那么你的这个梦想的种子就会为你长出茁壮的未来。也就是说，你未来是丰盛的，是美好的，是无限可能的。好，那么这里呢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为大家所连接到这个当下宇宙要有3个重要的讯息给你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帮助到当下的你，也祝福所有第三组牌的朋友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在未来的行动当中收获自己的美好，收获自己的理想实现。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祝大家好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